非有消息，印尼的民航业近期迎来大爆发。雅加达机场已经连续3个月日均航班量持续在1000架次以上，超过了香港、吉隆坡和新加坡。现在，印尼的各家航空公司都在谈论扩张，印尼亚航甚至放言说要将机队扩张到100架。印尼亚航是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集团在印尼的产业，现在机队规模32架。它的发展其实并不顺利，因为印尼本土有势力强大的狮航和国营的英航集团。但疫情后，印尼客流势头极好，印尼亚航仅在2023年就引进了8架飞机，如果按每年14架的速度增加，则5年后整体规模达到100架也是没问题的。印尼的其他航司也发展迅速，印尼英航走出阴影，终于恢复了引进飞机。去年它引进了5架波音737-800，机队规模达到了71架，预计明年能够恢复盈利。英航旗下的成联航空则在2年内引进了4架空客 A330， 开始宽载并济了。印尼膨胀最快的当然还是狮航集团，它旗下的全服务子公司纳染航空，疫情后机队规模翻了一番，现在达到了69架。纳染还引进了宽体机，有与印尼英航拼刺刀的意思。疫情期间，狮航集团还成立了超级喷气，发展速度就像超级喷气火箭一样，3年时间就鼓捣出61架飞机。喷气航空是联航，联航需要的资金很少，他们一般使用租赁方式引进飞机，靠快速周转赚取微薄的利润。就像印尼亚航那样，它多使用空客 A320 客机，二手的 A320 每架每个季度租金约75万美元，因此如果有银行愿意出资7500万美元左右，它就可以直接达到100架的规模。当然还有人员工资、燃油消耗和备件成本等等，这些需要航司通过提前售票等手段获取。应该说，中国也在印尼民航产业膨胀中获益，因为印尼有很多飞机就是租自中国。现在中国各大银行基本都是全球著名的飞机租赁商，特别喜欢做飞机放租生意。以上提到的成联航空的空客 A330、超级喷气的空客 A320， 以及印尼亚航早期的空客 A320， 都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公营租赁、国开租赁和阿外龙等。中国现在也有资金在印尼直接投资航司，著名的领亚航空就是在倒闭后被中资救活的。领亚航空重生于2022年，它的4架空客 A320 来自于成都航空，此外还有2架 ARJ21700 客机，有报道说它准备引进10架 ARJ21700。2年多过去了，领亚航空机队稳稳地保持在6架的规模。资料显示，它的第3架 ARJ21700， 也就是 PK-ALC 号，接收于2024年的5月。不过自2024年7月中旬开始，还查不到它的运营记录，不知何故。想来应该是领亚航空有十足的底气，所以在蓬勃发展的印尼民航大潮中，也就不用着急忙慌了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